绝区零 A 塔里都有哪些平民战神？哪些角色更值得练呢？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的是绝区零太服 A 级角色强度榜以及聚机制。从29号起到东侧，每天都会更新一期攻略视频，一周带零基础从萌新到大佬完全上手绝区零。视频工程量极大，4-5加耗时1个多月，角色养成全部拉满，副本声源全部打通，精心研究得来的。如果帮助，请一定3连关注支持一下，非常感谢。大伙记得3连关注后去动态置顶抽取10的68，期待绝区零的小伙伴快点了3连，一起冲热门吧！首先是咱们的绝区零小外叶尼特老大。虽然他在定位上属于资源角色，伤害和破盾能力都有些欠缺，但作为我们在太服阶段最容易获得的巨大加群体减烫角色，他在前期的多打中绝对能让你的游戏体验大幅提升。尼特的技能探索很复杂，但我们只需要重点关注他的大波，也就是强化特殊技、粘贴技以及大招。这3个技能发出的立场不仅能持续牵引敌人，还可以快速积蓄属性异常，在刀命后还能提升巨段范围并附加减烫能力。在后期的东间适于防卫战中，他的巨段能力也能帮助主机角色将输出最大化，轻松达成 S 级评价。同时，尼特作为目前已知唯二的以太属性角色，在组建特定队伍时，他还有着其他角色无法替代的作用。此外，尼特还有一些有趣的小技巧和隐藏连招，比如他的强化翼在蓄力时也拥有一定的续段能力，还能通过隐藏连招还原 PV 中的坐姿蓄力。最后，尼特在养成方面要毕业也非常简单，驱动盘带自由蓝调4加摇摆爵士2，吃掉方面不需要暴击爆伤，尽量堆异常精通和异常掌痛吉特。要知道每提升1点异常精通就能提到1%的属性异常伤害。对于尼特这种主打刀瓶触发属性异常的角色来说，在堆到一定数值前，异常精通就是他受益最高的属性。接着是星辉骑士比利，作为一名拥有无限攻击距离的双枪手，比利在前期开荒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不仅战场输出平滑，装火能力优秀，而且面对攻击欲望极强的精英和 BOSS 敌人时，也具备相当优秀的拉扯与自保能力。不过比利虽然拥有华不扫射和大招2种对群手段，但由于范围判定多大时常无法打满，在遇到大群怪物时依然会捉襟见肘。同时从比利的技术属性来看，他的冲击力在所有角色中都排不上号，所以指望他全程战场削刃显然是不现实的想法。在内测时，5加适用了比利的2种玩法，一种是远距离按住射击键不放，通过方向键来调整输出位置，对小型怪物可以做到全程压制，打 BOSS 也能无限风筝。另一种则是在怪物脸上风骚走位，换来盾刀的输出。不过在解锁2命后，才能解锁持续射击时点按方向键触发极限闪避的机制。在此之前，还是建议大家老老实实的躲在安全距离输出。虽然伤害和削刃都不算太高，但胜在持续性强，距离远。作为御三家中唯一的主题输出，比利操作简单容易上手，新玩家就算凭直觉也能戳出丝滑连招。但到后期，无论削刃还是伤害都有些相对乏力，或许这就是手长的代价吧。然后是绝区零碳板娘安比，作为主打强化特殊技和大招的速切型角色，安比在不俗的回能效率和破刃加成。从他的技能组合来看，安比是位更偏向于帮助队友充能的角色，充能效率越高，给队友回能就越多。这机制让你想到谁呢？安比的普通是平平无奇的4万攻击，倍率一般。特殊技和强化特殊技有2种释放方式，一种是直接释放，造成电属性伤害并削刃；另一种就是在3段普通后接特殊技或强化特殊技，释放动作更快更简练。安比的特殊技、连接技以及大招都主打爆发削刃，极短的战场时间是它最大的优点之一。但与此相对的就是技能倍率比较一般，不建议将安比作为主系培养。战斗中只需要释放完技能就可以切人输出。最后咱们可以着重关注一下它的额外能力、并联电路以及致命效果。它的额外能力可以给同属性或同阵营的角色回复能量，而致命可以为后台电属性角色回复能量，回复效果受益于充能效率。那么想要最大程度发挥安比的充能效果，就得配合电属性队友拉满充能收益。总的来说，安比的定位更偏向于辅助，削刃能力拉满的同时还能辅助充能。虽然天赋中也附带了一定的输出争议，但也只是让安比在削刃的同时打出一定输出，对于整体玩法影响不大。接着就是3眼无血线人萧，不是亚小姐的好伙伴，太服首位 UP 角色苍角大人。苍角在定位上属于辅助角色，其普通模组并不算出色，但是在进入双蓝刃期状态下会获得冰附魔，可以进一步提升普通伤害。不过他的普通手感非常笨重，所以在兵队中一般不作为战场角色，这部分提升只能说聊胜于无。此外，苍角想进入双蓝刃期状态，得先叠满3层涡流，涡流都有3种获取方式，分别为发动强化特殊技、发动连携技以及发动终结技。我们也可以在角色头像下方查看苍角的涡流层数。苍角的特殊技点燃与残有不同的效果，点燃时向前方散出风场，并接一次下砸攻击。招式发动期间，探扰弹等级会提升，受到的伤害会下降，而残害特殊技会释放斩旗攻击。
在展期结束时，再次释放特殊技或普通会衔接一个转圈的收尾动作。当涡流达到3层后，释放展期会进入双蓝刃期状态。而强化特殊技也是苍角攒满涡流的核心技能，每次叠按强化特殊技都能为苍角叠加1层涡流。满能量情况下，可以连续释放4次强化特殊技，帮助自身快速叠满涡流。另外，苍角的连结技和终结技都会对敌人发动多次打击，并衔接展期攻击。终结技会直接为苍角叠加3层涡流，所以释放大招后，苍角会自动进入双蓝刃期状态。同时，大招本身也会让苍角进入怼面形态，此时它所造成的射程值也会大幅提升。当然，苍角的连结技和终结技虽然也能叠加涡流，但相较于特殊技，触发条件比较困难。而且绝区灵的大招能量是动用的，相信不少小伙伴还是会选择把能量留为主吸。重点来了，苍角作为辅助的关键技能就是它的核心被动刀平刀刃。苍角在发动斩旗时，自身的攻击力会提升，而在发动斩旗并消耗涡流时，这个效果会翻倍，并且通过支援攻击的连结技入场的队友也会测到这个效果，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与自身属性或阵营相同的代言人还会测冰属性争议。所以苍角无论是对太傅的爱莲还是未来的雅小姐都能产生相当大的争议。所以你会为了雅小姐而练苍角吗？最后是闪避动作，绝区灵中不同的闪避动作结合普通能打出不同的效果。苍角的普通闪避接普通可以向前方进行斩击，造成物理伤害；而在双蓝刃期状态下，物理伤害会转变为冰属性伤害。然后是极限闪避接普通，可以向前挑飞敌人，造成冰属性伤害。当然只是相对较小的敌方目标才能生效，并且招式发动期间处于无敌状态。可以利用这个无敌帧躲避怪物的攻击，所以苍角战场时的通用连招为强化战绩连闪多次加斩旗收尾，而为队友上 buff 时的连招则是叠满3层涡流接斩旗接连结技或受击支援。就3侧的体验来看，苍角在 A 级代理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兵队的核心辅助兼绝区灵为数不多的巨怪角色，苍角能够为队友提供攻击力与冰属性伤害加成，而且在解锁一命后还能降低敌人的冰属性抗性。所以说，如果东侧后苍角没有较大的逮动，即使是 A 级角色也有机会跻身 T0辅助的宝座。再者是端头强的特性，白棋重中的中流砥柱。雄霸本彼得，本的定位比较特殊，作为绝区灵目前唯一一位坦克，它的普通分为3段，并且最后一段会有一个庐山升龙霸的效果。只不过本的普通手感多于笨重，所以没什么使用的机会。本的特殊技则可以得挡敌人的攻击并进行反击，而且得挡成功所发动的反击伤害也会提升。另外，长按特殊技时能够持续得挡，并且在得挡期间能够获得护盾，这也是它作为防护角色的探家本领。而它的强化特殊技只是将物理伤害转化为火属性伤害，并在长按得挡后追加1次强力打击。需要注意的是，本的反击后摇比较大，僵直时间较长，所以期间很容易被怪物偷袭。本的连结技看上去朴实无华，拿着柱子向前冲刺造成大量伤害，与特林的冲刺攻击有异曲同工之妙。终结技则是大方星宇，用柱子向地上砸去，造成大量伤害。接下来才是本最核心的技能守卫。本的攻击力会随防御力提升，并且在释放强化特殊技的追击时，会为全队提供护盾，而且在护盾持续期间还能为全队提升暴击力加成，只不过也是需要同属性或同阵营才能触发，这一点就限制了本的配对以及玩法，一般为队伍提供完护盾就可以下场了。最后是闪避动作，普通闪避接普通可以向前方敌人发动打击，而极限闪避接普通向前方敌人发动的打击伤害会转化为火属性伤害，同样发动期间处于无敌状态，可以利用这个无敌帧躲避怪物的攻击。所以看来，本作为绝区灵目前唯一能够提供护盾的代言人，在前期开荒以及刀人本中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只不过它的辅助作用相对较低，暴击率加成只能给同属性和同阵营吃到，大大降低了本的就业环境。如果抽到了与本同属性或同阵营的 S 级角色，那么还是值得一练的。然后是电装独龙传勘探作业第2名的电钻的安东伊万诺夫。安东的定位是输出，他的普通分为4段的混合攻击，并且第4段攻击为打桩攻击，在爆发状态下，在第2段电钻攻击和第3段打桩攻击之间，长按普通可以延长招式持续时间。那么安东怎么进入爆发状态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安东的强化特殊技。安东在释放强化特殊技后会进入爆发状态，爆发状态下，安东会使用更加强力的招式，造成大量电属性伤害。除此以外，安东的特殊技也分为2种状态，普通状态下会对直线区域敌人发动持续时间较短的打桩攻击，而在爆发状态下，则是对前方敌人发动更长时间的打桩攻击。而安东的连结技则会对前方进行大范围的打桩攻击，终结技同理，但持续时间会更长一点，并且释放终结技后，安东还会直接进入爆发状态。为什么要特地提及电钻攻击和打桩攻击呢？因为安东的核心被动兄弟齐心能够大幅提升这样的攻击的伤害。另外，安东的额外能力也可以提升安东在爆发状态下的挡电伤害，但同样需要同属性或同阵营才能触发。最后是闪避动作，
普通闪避接普通可以对前方敌人发动连续重拳，而极限闪避接普通可以对敌人使用电钻攻击，并且打击伤害转化为电属性伤害。同样，发动期间处于无敌状态，可以利用这个无敌针躲避怪物的攻击。总体看下来，安东需要在爆发状态下打出挡电伤害，才能最大化伤害输出。最后是维多利亚家政的可爱女仆电钻妹特琳·威特斯。从出场的动作就可以看出，特琳可爱的外表下隐藏了一颗狂野的内心。特琳的定位是近战物理输出手，她的普通有点特殊，移动分为5段，在第3段和第5段时可以连点或长按普通使用电锯持续攻击。而特琳的特殊技与普通相差不大，也是有点按与长按2种区别。点按时会飞弹2下并接1次引爆伤害，而长按特殊技则是把第2次飞弹多加1次持续攻击，结束后也会有1次引爆伤害。强化特殊技与普通特殊技相比，除了伤害有所提升外，长按的强化普通技会增加第2次飞弹后去斩击的持续时间，持续的时间与所剩的能量有关，而且在回旋期间还处于无敌状态。特琳的连接技会使出失传已久的无敌回旋大风车，对敌人造成大量物理伤害，属于伤害类 QTE， 没有什么特殊机制。接着是特琳的终结技，对前方小范围敌人发动强力斩击，也是在连点或长按时使用电锯持续攻击。特琳的核心被动专注可以提升他在持续斩击时所对应的技能伤害，而额外能力可以提升特琳攻击处于4人状态下敌人的伤害，但需要队伍中有同属性或同阵营才能触发，所以特琳要尽可能在敌人处于4人状态下使用持续闪击进行攻击。最后是闪避动作，普通闪避接连点或长按普通可以使用电锯持续斩击敌人，只是这个动作怎么越看越离谱啊！而极限闪避接连点或长按普通在持续斩击敌人后会有1次引爆伤害。同样，发动期间处于无敌状态，可以利用这个无敌针躲避队友的攻击。总的来看，特琳是一个需要队友打出4人并占持续输出的角色，他的机制都是帮助自己打出更高的伤害，所以在没有抽到 S 级输出角色时，特琳就是前期开荒的不二选择。总结一下，输出方面，特琳可以算是太服期间真正的平民战神，无论是战斗手感还是输出伤害，在 A 级代理人中都是遥遥领先。而且主线第1章结束后还会白送1只特琳，更别说后续深渊也是需要2支队伍的，所以练1只特琳绝对物超所值。辅助方面，尼特和长角都有着强力的锯断能力，尼特在刀命后能提升范围，附加减碳能力，而且作为目前已知唯二的以太属性角色，在特定环境下还有着其他角色无法替代的作用。而长角可以提升全队攻击力以及同阵营或同属性队友的冰伤，在兵队中有着不俗的地位，并且太服 UP 的首位 S 级代理人就是冰属性的爱莲，所以相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兵队都会有着不错的就业环境。最后是成伤方面，本作为绝区0唯一能够提供护盾的角色，并且还能提供刀队的暴击属性，只是阵营与属性限制了熊登的配对，就业面会降低，但是在前期开荒中能起到不错的成伤作用。大家还有疑问的话，欢迎在弹幕评论提问。下期视频午觉会为大家带来 S 级角色强度榜加强度测评，朱渊、爱莲强度角色全面解析。大家可以先3连关注一手，记得动态置顶可以抽68。感谢大家的3连关注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